为了满足民众运用零碎时间吸收新知的需求，天下杂志联手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共同打造升级版的语音朗读服务。这是天下推出的 Sky 语音朗读服务，用 AI 技术模拟人声读稿，为了让声音更贴近完整的人声，软体工程师不停在训练 AI 模型，希望达到更好的表现。不止如此，在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内，有一群无比热忱的研究团队，正投入各种 AI 服务研究。有着 PTT 之父称号的杜义景，曾经更是微软人工智慧团队首席亚太区研发总监。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决定留在台湾，建设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基地呢？人工智慧在接下来的世代，就像当时的网络一样，是所有的东西加上人工智慧都是会有很大的这改变。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一个未来的这个 super power。那如何去做好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研发，其实现在是一个机会。那台湾我们是在这时候是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做发展。对杜义景来说，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不只是将国外的软体思维带入台湾，更希望融入台湾擅长的领域，作为 AI 发展的核心。在所有的数位科技的转变，一定会有新的人机的界面的产生，跟新的人机界面的设备的产生，那人工智慧也不例外。所以在人工智慧的人机界面，大家很自然就会想到，比如说像语音辨识、语义理解、这个人脸辨识，这都是人机界面。你怎么人跟电脑去做沟通嘛？那我们在 AI Lab 我们是更进一步，除了语音辨识、语义理解、人脸辨识之外，那我们日常生活中，人工智慧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我们用人工智慧怎么去用音乐跟这个艺术去跟人去做行为上面的这个互动。那所以新闻媒体在未来内容该怎么去做展示，以及我们未来的音乐艺术该怎么用人工智慧去做互动，那这也是我们人机界面在研究的一个部分。在人机界面发展的领域中，语音技术是重要的一环。天下 Sky 语音朗读是语音生成中的一项服务，为了让播报声音更接近真实的人声，背后有许多思维和技术考量。这次跟天下合作，我们就想要利用天下本来已经有在录的 Podcast 来当做训练资料，来去训练出里面的主播的声音。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请天下提供了大概3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从里面自动也有手动去挑选出适合训练出那个人声音的资料。比如说那个模型，其实它会需要情绪是比较固定的，然后会去算说有哪些声音是背后它可能有杂音，它可能在家里录，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回音的空洞，那些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用程式自动把它去除掉这样子。对 AI 团队来说，语音生成的目标就是将声音100%还原。然而对天下新闻制播的立场来说，则是在于语音朗读播报新闻的语气是否能够更贴近真实主播的播报。那个 Sky 在讲话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赘词啊，或者是有一些口齿比较不清楚的地方。那后来我们都是在用程式去把它加强挑过。那终于顺利推出之后，我们认为我们做出了很符合本人声音的模型，那就收到你们的那个可能是订阅用户反映说这个声音听起来太凶了，然后想要让它柔和一点。那这个就蛮出乎我们一开始的预料，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想要真实还原本人的声音嘛。那这个的话，就刚好我们自己也有在收集这样子的语音资料库，我们有蛮大的语音资料库，从我们的语音资料库里面挑选一些声音比较柔和的声音，来跟 Sky 的声音做一些结合，然后最后让 Sky 声音比较柔和一点。大家早安，我是 Sky， 全球至今为止最大型的一项每周只工作4天的实验结果在。其实你知道语音生成其实它是有各种情绪、各种表现的。那你怎么把一个专业主播播报员的这种播报的方式，跟他播报的架势跟气势，这个怎么去表现在你的语音生成里面，以及怎么让
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场域，有些时候你是需要比较舒缓的，那有些时候你需要比较有张力的。那这个其实都是在人工智慧我们在讲语音生成里面，依照你的专业个性去做，这种抑扬顿挫的这种展示。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人工智慧领域语音生成里面会有的。语音辨识恰巧和语音生成是两个反向的技术，在忙碌的现今社会，无论是记者采访或是工作上的会议，都需要将内容听打进行记录整理。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开发出的雅婷逐字稿 App， 可以说是最理解台湾人口音的语音辨识技术。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的语系的这个地方嘛，我们会用中文，我们也会用英文，我们也会用台语。那中文、英文、台语交杂，要怎么把它辨识好？那所以在 AI Lab 从2017年就开始在做研究。现在随着这个Deep Learning 的发展，慢慢大家发现，我们把这种人类专家设计的这个规则把它拿掉，它反而表现会比较好。这原因就是在于说，之前这个专家设定的这个模型，那我们去训练资料的过程，其实资料的来源可能不会是那么完全的符合真实世界那么样的多样化。好，那你要把真实世界那么多的多样化的资料都去标注，然后拿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现在新的技术就是我们先收集这种各式各样在真实世界的声音，然后没有标注，然后让那个模型先去听这个声音的组成。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用很大的量，因为不需要人去标注，可能我们可以用几十万小时的声音去让他听过，然后我们再用几千小时的训练量去教导他。那这个其实也蛮符合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语音技术有了基本辨识和理解能力后，必须把层次再往上拉，让这些技术和产业做更深的结合。例如，许多社交媒体中充满虚假的假消息，进而造成媒体的困境。除了思考如何能够快速建立可信任的内容生成之外，如何防御假消息攻击，成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台湾已经连续9年被瑞典的研究机构调查的结果，研究是认为说台湾是被境外假讯息攻击最严重的国家。正常的讨论其实是言论自由，那是台湾最宝贵的地方。但是可恶的就是有一些认知操作，甚至有些假讯息，它就利用了台湾这样言论自由的环境，所以开始散发假讯息之外，甚至是会用大规模的认知操作的方式想要带风向所以我们也成立了未来媒体及虚假讯息防御的研究中心。我们就去用 AI 来侦测一些网络行为，就会发现有一些账号，它可能几十个，可能几百个，一群一群的账号，它可能都会同样的在早上9点开始出现在网络上，然后到中午一起休息，下午1点又一起出现，晚上6点又一起休息，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它上网就像上班一样。这几百个账号它发文的内容会非常的相近然后这几百个账号之间会互相按赞、互相留言、互相分享，几百个账号它就有可能影响到几百万个人有发挥带风向的效果。那我们姑且不论它炒作的议题是真是假，内容的真假其实就交由事实查核中心、事实查核组织，还有天下杂志这样值得大家信赖的媒体去调查。在做事实查核之前，AI Labs 先用AI科技侦测出这一些异常的网络上的协同行为，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协同行为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说，这几百个账号今天在炒作什么议题，你要不要被它带风向，还是你要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2021年新冠疫情3级警戒时，曾发生疫苗施打的假消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也针对这个事件进行事实查核的分析。我们是在疫苗施打的期间，我们去收集多家媒体，我们收集了26家媒体的新闻报道，然后去分析这里面像刚刚提到的立场的中立性，还有偏颇它的煽动值，然后我们也有请专家来帮我们协助做标注，来标注怎么样的资讯比较有可能是 fake news， 让我们透过机器学习的方式，我们也能够有效率的去判断大量的媒体的新闻产出。那我们同时呢，就是收集了
公开的资料就是疫苗整体施打的状况。那我们来把这些新闻在什么时间产出，跟疫苗什么时候进来，跟大家施打的状况来做对比。在这中间，我们知道整体人们是怎么样获得资讯。我们是透过 Google Search， 我们找到了这样子的新闻，我们来判断是不是要施打疫苗。所以我们觉得这中间有正向的关联性，所以我们画出了在论文里面看到那张图，可以看出来，当假消息升高的时候，人们的施打意愿是下降的；当假消息降低的时候，人们的施打意愿有明显的上升。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虽然我们是做科技、做 AI 人工智慧，但我们也非常关心媒体，关心假讯息还有认知操作，会影响整个台湾的民主。甚至政府单位执政者也要认识到说，我们好像不要让舆论治国，但是我们要倾听民意。那我们倾听的民意是不是被操作出来的？那要先摒除掉这些协同行为，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民意。那 AI 就可以做这样很中立客观的角色的分析。在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里，每天都有许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杜义景希望团队成员之间彼此创意激荡，用新思维、新科技驱动媒体内容的生成跟转型，因为他始终是这么相信着。在未来的人工智慧发展，还是以人为本体去做以人本相关的这种创新发明，那这就是我们 AI Lab 正在进行的这个事情。